我面前的就是 RTX 5070啊。作为一张70级的显卡，它的规格定位比5070 Ti 明显更低，官方定价4599元，这比4070的首发价要稍低一点，但只有12G 显存，6144个酷大核心的它，到底表现如何呢？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啊。那这张5070 FE 继承了从3070 FE、4070 FE、4070 Super FE 这几张卡上沿袭下来的体积，设计风格上呢则使用了50系的新语言啊，加上它这个小体积啊，你可以说它就是目前市面上最漂亮的显卡，没有之一的那种啊。但不同的是，它不同于80和90两位大哥两个风扇都可以吹透的设计啊，可能是体积所限，它只有尾部的风扇可以吹透。我们拆开这张显卡，它的整体结构和5080、5090的 FE 保持了一致。打开背板，你可以看到这块 PCB 非常小啊，但即便已经这么小，也不可能小到可以双面吹透的程度。PCB 上最显眼的就是这颗 GB205 核心了，它的核心面积是263平方毫米，比 AD104 更小啊。周围是6颗一共12G 192位的 GDDR7 显存，小小的 PCB 上布置了9项核心供电和2项显存供电，没有空焊的供电位。正面啊，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从 GPU 到 PCIe BTB 端口的引线。那公版 FE 显卡的 PCB 啊，的确是赏心悦目。这颗 GB205 核心取代的呢，应该就是上代的 AD104 核心啊，但是它的规格其实比 AD104 核心还小，它的满血规格仅有50组 SM、6400个酷大核心、80个 ROPS 和48兆的 L2 缓存，或者换句话说，它几乎只有 GB202 核心1/4的核心规格。而且5070在完整的 GB205 核心上还砍了一刀，酷大核心从6400个又砍了256个，它现在只有6144个，这个核心规格甚至都没比前代的4070大多少啊，更不要说和4070 Super、4070 Ti 乃至于上代的4070 Ti S 对比了。加上只有12G 的显存容量，它的性能表现确实是让人有点担心啊。我们还收到了华硕的5070 Prime， 那这张卡依然延续了华硕这一代 Prime 系列的整体设计，依然是2.5槽加上3风扇的设计，外观设计规整，使用了一个6热管的散热模组，并且兼容英伟达的 SFF 设计规范。体积比5070 FE 大一些，但也控制得不错。它的散热能力是一定比这次的5070 FE 好不少的，毕竟这个散热规格，哪怕在5070 Ti 上都是绰绰有余。5070是一张明显更绿色的显卡。简单介绍完了5070这张卡的整体规格，咱们就来实际开测吧，看看它的性能和4070四兄弟当中哪张卡最接近。首先是基准性能测试 ，SandyMark TimeSpy 和 TimeSpy Extreme 当中，5070的性能表现比5070 Ti 弱不少啊，非常接近4070 Ti， 比4070呢强了大概25%，也比4070 Super 强大概10%啊。和7900 XT 相比，那简直就不像一个级别的卡。SteelNomad 的2项测试当中呢，5070也延续了这样的表现，约等于4070 Ti， 稍强于4070 Super 一点啊。哪怕是光追测试 Port Royal 里面，5070也没有任何惊喜，依然和4070 Ti 持平，稍强于4070 Super。这个基准性能看下来，它相较于4070的提升幅度大约25%，相较于4070 Super 提升大约10%啊，约等于4070 Ti。考虑到目前4070 Super 的实际价格呢，也就4500元左右，这10%左右的提升幅度，实在是平平无奇。基准测试里，5070这个提升幅度也就这样了。那么游戏里面它的表现如何呢？这次测试我们依然搭配980 X3D 加6000C28内存的配置，尽量减少瓶颈，并且呢，我们也依然测试了 4K 和 2K 两个分辨率下的性能表现啊，咱们可以看看在你的目标分辨率下，这张新卡表现如何。那我们还是从竞技游戏开始啊，吃鸡最高画质下，吃鸡在 2K 分辨率下呢，能跑到将近200帧，基本上就是4070 Ti 的水平。4K 下也是同样和4070 Ti 接近，不过和4070相比的话，在高分辨率下要强的更多一些。4K 下面呢，差不多能比4070强出30%，不过不管是哪个分辨率，它都是干不掉7900 XT 的。咱们再来看看《使命召唤：现代战争6》。在这个游戏里呢，5070的表现实在是称不上优秀啊，它甚至没能打败4070 Super， 更是被4070 Ti 拉开了10%以上的距离啊。7900 XT 甚至可以超过5070 Ti 啊，那看来这个5070的酷大核心数量还是拖了后腿啊。大表哥2里，5070在 2K 分辨率下不敌4070 Ti。在 4K 分辨率下才追了回来，那这个呢，应该是多亏了 GDDR7 显存带来的带宽提升，但不管是哪个分辨率，它的表现都不敌790 XT。
艾尔登法环里不开光追的情况下，5070超过了4070 Ti不少啊，不管是2K 还是4K 分辨率都有一定优势。但打开光追之后，它反而又回落到了4070 Ti的水平啊，难道5070的光追性能还不如4070 Ti吗？那我们再多测几个游戏看看吧。那另一个支持了光追的游戏呢是明朝啊，在有了光追之后，明朝在2游里的硬件压力确实算是非常大的了。不开 DLSS、不开补帧的情况下，5070基本上可以满足2K 120的性能和4K 60的性能啊。那这里呢，它比4070 Ti有一定的领先，较4070的提升幅度比较大。那接着呢，咱们来看几个支持 DLSS 4的游戏。霍格沃茨之遗里面呢，5070在不开光追的情况下，相较于4070 Ti有一定的领先幅度，已经比较接近于4070 Ti Super 了。但开了光追加 DLSS 光线重构之后，5070的性能明显掉的有些多。这应该是由于5070的CUDA核心和 RT 核心都比较少，更多的性能优势呢来自于显存带宽所导致的。那这就使得它在 shader 压力比较重的场景下衰减会比较大。好在这游戏的基础帧数比较高，所以如果 2K 呢你要开 DLSS 4，可用度还算是比较高的。4K 下接近60帧的基础帧就不能保证画面一定好了。如果你要追求 4K 加上4倍帧生成，我会建议你稍微低点画质。心灵杀手2，这是个光追压力非常高的游戏。果然在这里5070的核心数量又让它遇到了瓶颈，基本上它在这里的性能只能跟4070 Super 持平啊，甚至无法接近4070 Ti。光追下更是打不过4070 Super， 只能战胜4070和7900 XT 啊，这个光追性能实在不够看啊。再来测几个压力大的游戏。黑神话里哪怕不开光追，跑 2K 分辨率，如果你不开 DLSS 的话，5070也就只有42帧，基本上和4070 Ti 一个水平。你必须借助 DLSS 的帮助才能跑到能看的帧率。至于光追，这个真的就不是这张显卡应该考虑的了，除非你把 DLSS 开得非常激进啊。4K 下压力会更大，不开光追到平衡档 DLSS， 它也跑不到60帧。应该说，黑猴对于硬件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黑猴的光追测试里面呢 ，A 卡基本上是没法跑的。7900 XT 在这里只有个位数帧数啊，而5070基本上保持了和4070 Ti 相同的成绩。赛博朋克2077里不开光追的情况下，5070比较大幅度领先了4070 Ti。然而你一旦开了光追和光线重构，5070瞬间就掉到了4070 Super 的水平啊。它在 2K 下的 DLSS 4倍帧生成是比较可用的，但是 4K 下如果你开光追，它的基础帧就太低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建议你开4倍帧生成了。怪物猎人荒野的 benchmark 里面呢，5070在 2K 下表现还行，但是 4K 下面呢不开光追和超分帧数是没法及格的，在 DLSS 超分和补帧的帮助下，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看的帧率。荒野同样也支持光追啊，但 RE 引擎的光追效果并不明显，帧率影响也不大。最后还有一个狗屎级优化的游戏，就是《潜行者2》。那在不开光追 2K 分辨率下呢，才能勉强60帧，倒是比4070 Ti稍强一点。那开了 DLSS 质量呢，能跑到83帧的平均帧。4K 下原生只剩34帧了，它也是必须得借助 DLSS 才能玩得比较舒服啊。倒是在这个游戏里，它基本上和790 XT 持平了。综合来看，5070这张卡在不开拼好帧的情况下，比较接近4070 Ti。光栅 2K 性能小输1%，4K 下小赢1%。那这里呢 ，GDDR7 显存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但是光追一开，它CUDA核心数目的劣势瞬间就出来了。在光追下，它没能延续其他5070显卡的强势表现，甚至比4070 Ti 的光追性能还要弱一些。和5070 Ti 比，它就弱得更多了。那这个还是因为它的核心数量仅仅比4070稍多一点，甚至还远不如4070 Ti。一旦到偏核心压力的场景下，就差点意思啊。它的性能和5070 Ti 还是有明显的落差的。基本上这5070呢，就只能是一张2K 光追游戏卡。生产力测试当中啊，那 Blender 里呢，正是因为CUDA数目太少，它的性能只能跟4070 Super 接近，打不过4070 Ti 和4070 Ti Super， 和5070 Ti 的差距也比较大。PR 里呢倒是多亏了50系更新的新编解码器啊，成绩还不错，很接近5070 Ti，但它的显存只有12G，那么一旦是大一些的项目里面呢，它就难免力不从心了。本地部署 DeepSeek 蒸馏模型时呢，这个12G 显存呢也只能部署一个14B 的 Q4 量化模型，它速度还行啊，但是12G 显存对于 AI 应用来说确实太局限了。我们还测试了这张5070 FE 的功耗和温度表现。先说说功耗啊，它250瓦的功耗墙对它来说呢，其实并不算很低。那基本上在 TimeSpy 的第2个测试场景当中才会顶到墙，但是整体的功耗相较于220瓦强的这个4070 Super 还是更高的。而温度就是我要狠狠吐槽的地方了。这张5070 FE 的温度和噪音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啊。我们在测游戏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嗓门比较大，结果在30分钟的 Speedway 测试当中，它的核心温度会跑到75度，显存温度会跑到80度啊。
最糟糕的是风扇转速高达2500转。我们的测试还是在基于开放平台下进行的，放在机箱里面转速只会更高啊。作为对比，前代使用推管式风扇设计的4070 Super 核心仅仅67度，风扇转速不到1800转啊。那造成这种表现的原因呢，就是它既没有办法做到像5080、5090那样吹透整张散热器，又没有继承40G 公版的推管式风扇设计，最终这套设计又回到了3070时代的整体设计，所以我对这张卡的散热设计是比较失望的。最后，我也尝试了给这张5070 FE 超了超频啊，那它继承了50系一贯的超频潜力，最终呢稳定在了3.2G 赫的核心频率和32Gbps 的显存频率下。此时的 TimeSpy 成绩为25481分，虽然这个提升幅度确实不算小啊，但这个成绩依然距离5070 Ti 的默认成绩有一定的差距。这两张卡的差距啊，可并不像70 Ti 和80那么小。那么50系的第一批新卡到这里啊，我们就测完了。那5070这张卡呢，官方定价4599元啊，这个性能表现你也很难说它有什么惊喜。那比起目前4500元档的4070 Super， 提升幅度相当有限。问题就是，哪怕表现如此平平无奇，我都不敢说你能用官方定的这个4599元的价格买到它。这张 FE 拥有历史上最帅的外观，但散热性能又有些一言难尽。评价这张卡的艰难任务，我还是交给屏幕前的你吧。我只是希望啊，不论如何，英伟达能够先按照 MSRP 拿货出来卖，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3连。如果没关注的话，千万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